加勒万河谷，一个本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当陌生的地名，最近却火上了天。我查了一下，加勒万河谷海拔4000多米，大部分人到了这儿估计都已经开始高原反应了，而我们的战士居然还能够徒手搏斗，着实厉害啊！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钢铁战士，也就是装甲机械化部队，坦克、战车、火箭炮，要是开到这儿来，也能够气势如虹的打上一架吗？在高原地区，战斗车辆会受影响吗？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高原环境之所以险恶，是因为这里空气稀薄、低压、缺氧、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还有紫外线辐射强烈、风沙严重等等。听起来就不像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对吧？但对于甚至是没有生命的战车来说，这里也称得上是一个禁区。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战车也是需要呼吸的，不管里面装的是柴油发动机还是汽油发动机，甚至是燃气轮机，它们都叫做内燃机。机如其名啊，它们都是靠燃烧来驱动的，而燃烧离不开呼吸。为了帮助你理解呢，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燃烧三角形，或者直白点说，燃烧三要素分别是燃料、热量和氧气，它们缺一不可。在发动机里面，燃料来自加进去的汽油或者柴油，热量来自火花塞的点火，氧气来自吸进去的空气。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化学过程了，在反应式的左边，碳氢化合物，也就是汽柴油的真正组成成分，和氧气呢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经过燃烧后反应生成右边的水、二氧化碳，或许还有一点点的一氧化碳。同时反应还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个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了。你看啊，关键就在于燃料和氧气的混合比例了。这个理想的比例数值在1:15左右，取决于你使用的到底是汽油还是柴油。也就是说，每消耗1克的燃料就需要15克左右的氧气才能够充分的燃烧，使输出的效率最大化。这样看起来你都不好意思说发动机的油耗有多大了，因为相比起来它的氧耗显然更大啊，100公里氧耗120升，听起来多吓人。好在氧气不要钱，烧了也就烧了吧。但随着海拔的升高，含氧量也越来越低，你想烧那么多，可周围的空气里面已经没有多少剩下来给你烧了。基本上海拔每上升1000米，含氧量就会下降大约8%，发动机的燃烧开始变得不再充分。实验数据表明啊，对于自然吸气型的发动机，海拔每上升1000米，功率和扭矩分别都会下降8%到13%，油耗反而会上升6%到9%。这一方面是由于混合气体的燃烧不充分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气压的降低导致了气缸内充气量的减少，散热性能下降，热负荷增加所导致的。它们综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发动机的动力性能。你想想看，要是把这样的坦克开到海拔4000多米的加勒万河谷去，它的动力就只剩下平时的一半左右了，还怎么能追着敌人玩个痛快呢？显然是不行的嘛。那该怎么办呢？涡轮增压嘛。涡轮增压里面的风扇依靠极高的转速，通常要比发动机本身的转速还要高8倍，来将更多的空气泵入发动机里面。更多的空气于是就抵消了氧含量的不足，使发动机的功率只会下降3%到5%。尽管还是打了个折，但对作战本身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在高原上面飙坦克的。当然，如果你以为高原环境只会影响到发动机的机动性能的话，那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其实除此之外啊，发动机的启动性能、发动机的配气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都会受到气压下降、温度下降、风沙严重、气候波动等等的影响。还没完哦，车辆的传动系统、液压系统、制动系统也会在这里经受严峻的考验。所以跟中国功夫一样，大国的工业水平当然也是凭实力说话的。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带你一起长见识。看这架澳航的波音747上居然挂着5台发动机，除了正常的4台以外呢，在其左翼靠近翼根的发动机的里面还又紧贴着挂了1台。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啊，不管是波音还是空客，都有先例在自己的飞机上挂个奇怪的发动机的。比如这架的配置呢，就非常抓人眼球，也是经常被大家拿出来说到的。另外还有这些样子的，明显就是把一台完全不同的发动机挂在了机翼的下方。它们呢都是新发动机的测试平台，就是专门用来挂上新发动机，然后飞到天上去测试它们的各种性能的。
但是照片里面的这架澳航747就是一架标标准准的民航客机，并且呢，挂着的那台多余的发动机也不是用来测试的，它是用来救急的。2011年7月15日，一架刚刚从约翰内斯堡起飞前往悉尼的澳航747，在飞行大约1个小时之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原来其3号发动机也就是右翼内侧的发动机突然发生了故障了。于是机组人员呢，马上就将这台发动机给关闭掉，并且紧急返回约翰内斯堡。大约2个小时以后，这架带有故障的飞机安全降落了。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快速维修它呢？澳航在自己的总部拥有大量的备件，包括发动机，但是在约翰内斯堡却没有，所以它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国内发一台完好的发动机过来，替换掉这台坏掉的发动机嘛。那该怎么发呢？普通的运输机机身当中是装不下这么硕大的罗罗 RB211 发动机的，而能够装得下的，比方说当时还没有被毁掉的安225，租一下又太贵嘛。海运倒是很便宜但是却要等太久。对于一家需要盈利的航空公司而言，让飞机停在地面上太久，同样也是接受不了的。于是最终他们就想到了这招，将一台备用发动机挂到另一架波音747的机翼下方，让它在执行下一次悉尼到约翰内斯堡的航班时呢，顺便送过去。所以这台发动机只是通过机械连接的方式挂到了机翼的下方，既没有接入飞机的系统，也不会提供任何的推力，反而呢还会增加一些阻力呢。好，故事的结束自己搞坏的东西当然还是需要自己负责任嘛。在换好了全新的发动机之后呢，这架波音747又将自己带有故障的发动机以同样的方式挂在了自己的机翼下方，飞回悉尼送修去了。地球上能够放电的动物不在少数，它们发出的电压从微弱的几百毫伏到上百伏。而在动物界众多的雷神里面，最为著名的还要数电鳗了。电鳗输出的电压高达800伏，江湖人称水中高压线。电鳗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热带以及温带水域，喜欢生活在流速缓慢的河水当中。电鳗每隔几分钟呢就要浮出水面来透透气，因此经常会和鳄鱼来一次美妙的相遇。从来没有吃过亏的鳄鱼一看到电鳗立刻就来了精神了，这滑溜溜、肉嘟嘟的大胖鱼看起来简直很美味嘛。但鳄鱼终究还是太年轻了受到攻击的电鳗呢，瞬间就放电，鳄鱼被电得不停的颤抖，灰溜溜的就落荒而逃了。终于认清了谁才是真正的大哥嘛。电鳗虽然名为鳗，但并不属于鳗，它是刀鱼的一种，在生物分类上和鲶鱼更为接近。电鳗行动迟缓，体长可以达到2.5米，体重可以达到20公斤，体表光滑无鳞，没有背鳍和尾鳍，只有身体下缘的一条长长的臀鳍。电鳗就是依靠臀鳍的波动来游动前行的。电鳗放电时的平均电压为350伏，但也有电力惊人的，比如每艘电鳗的最大电压就能够达到800多伏。电鳗放电时产生的电流是极其微弱的，一般只有1-2安，释放几百伏的电压，可瞬间达到功率1000瓦的短时放电效率。这么强的电压，足以电晕一头牛了。其貌不扬的电鳗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特异功能呢？电鳗从头到尾遍布带电细胞多达6000多个电细胞内含有正负离子，能够产生电位差，从而产生电流嘛。每个细胞都像是一个0.15伏的小型电池，危险来临时呢，带电细胞被神经信号触发，离子流通过细胞膜产生电流，带电细胞串联起来产生电压，许多这样的电子组呢又并联起来，就像叠在一起的叠层电池在体外产生大量的电压。这股高压电足以击晕天敌了，曾经就有人被电鳗击晕，跌入水中被淹死了的案例。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强的电压，为什么不会把电鳗它自己给电晕呢？原来这和电鳗的身体构造以及生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电鳗的放电器官呢是位于身体的两侧的，大部分重要的器官都被一层绝缘性很高的皮下脂肪组织给包裹着，对器官进行了极强的保护嘛。而且电鳗生活在水当中，我们都知道电流会经由电阻最小的通路经过。电鳗放电时呢，水比电鳗的电阻要小，所以电鳗在水中放电时，电流就会通过水进行传递了，并不会电到自己。电鳗这种非凡的本领就引起了科学家极大的兴趣
19世纪初呢，意大利物理学家福特以电鳗的发电机关为模型，从各种材料的薄片上剪下像硬币一样的圆盘，以不同的顺序将它们堆叠起来，寻找能够发电的组合。终于啊，当他尝试将铜片与芯片配对时，碰巧就产生了电力，世界上最早的福特电池便诞生了。这种电池是根据电鳗的天然发电器官设计的，因此也被称之为人造电器官。2017年，弗里堡大学、加州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研究小组从电鳗的发电器官中获得启发，运用生物 3D 打印技术制作出由多种水凝胶构成的生物电池。这种电池啊，可以放出100多伏的电压，其柔软易弯曲和生物相容的特性是一种极佳的医疗器械，可以为心脏起搏器、假肢器官等植入式仪器提供电力了。设计灵感来自于电鳗的研究发明呢，还有很多啊。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可伸缩纳米级仿生发电机，还有气凝胶离子马达等等。对于电鳗来说，发电可不是对付敌人的唯一功能啊，它还有导航和对食物远程操控的能力啊。电鳗尾部发出的电流流向头部的感受器，能在身体周围呢形成一个弱电场，从而做出捕食或者是避让的行为。电鳗还可以利用电流对猎物进行远程操控，诱导猎物的肌肉进行不自主的收缩，从而使其瘫痪暴露位置。电鳗在水中这么厉害，那如果你把它抓到空中呢？这个想法很大胆哦，但是你想的也没错，如果把电鳗抓到空气当中，它就没有这么神奇了。空气的电阻啊，比电鳗自身的电阻要大，这个时候如果它放电，就会电到自己了。还有一种情况下，电鳗也会伤到自己啊，那就是电鳗身体两侧的绝缘体组织被破损掉了。重要的器官就像失去了保护的裸露电线一样，电鳗这个大电池就会出现漏电短路了。所以啊，这个水中高压线其实对环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离开水，电鳗就会变成一只漏电的皮卡丘了。用水可以灭火，那么太阳也算一坨火吧？那我们能不能用比太阳的体积还要更多的水把太阳给浇灭呢？这个问题看似很脑洞，但是却很科学啊！我们就来认真的讨论一下。首先，为什么水能够灭火呢？因为在地球上啊，每当有东西燃烧时呢，它必然会与氧气发生反应，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种能量部分以火焰的形式出现，被我们称之为火。当我们将水倒入火中时呢，水倾向于避免燃烧的物体与氧气发生反应，并且会在燃烧的物体周围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结果，空气中的氧气就无法到达燃烧的物体，因此物体就无法进一步的燃烧了。于是我们会说，看谁把火给灭了。但是啊，太阳它是火吗？它不是嘛？它既不是在跟氧气发生反应燃烧，甚至也根本就没有燃烧。我们看起来像火的东西呢，只不过是其上升的热和光而已。太阳上面正在发生的是核聚变，是由2个氢原子合并在一起形成氦原子的过程，而热和光呢，只不过是作为副产品释放出来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往它的头上浇水，只会让所有的水分子呢立刻分解为氧原子和氢原子，等于是在给它浇燃料了。于是太阳呢越烧越旺了。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种结局因为你想将太阳浇灭，一定会准备大量的水，对不对？那么还等不到你用它们去浇太阳，它们就会在自身的重力下塌陷了。详见万有引力定律。由于塌陷时会产生巨大的压力，这团水会变得更小，进而带来更大的压力。水团的中心会由于塌陷变得更热，这里的水分子呢也会被挤得更近，运动的速度变得更快，直到最后，由于水分子移动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已经能快到让它里面的氢原子时不时的相互碰撞，聚合在一起形成氦了。于是更多的能量被释放，周围更多的氢原子被推得更快，发生更多的融合成氦的情况，终于核聚变被彻底点燃。你用来浇灭太阳的这团水呢，最后变成了一颗新的太阳，它开始跟太阳一起发光发热了。只不过我们现在该如何称呼它呢？作为2战当中最著名的战斗机之一，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参与过相当多经典的空战，包括大名鼎鼎的不列颠之战但是在所有他执行过的任务当中，我认为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还是为诺曼底登陆的部队运送啤酒。对的他的临时身份是啤酒轰炸机。他是怎么干这件事情的呢？
起初啊，啤酒被灌到已经被冲洗干净的45加仑的副油箱当中，这样做当然是最省事的，因为从挂载点到挂载的容器都是现成的。但是嘛，接收啤酒的部队就有点委屈了啊，他们抱怨说，这喝到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啤酒还是煤油啊。的确，想把装过航空煤油的罐子给彻底清洗干净呢，实在是不现实嘛，只能是9成啤酒1成煤油这么掺着喝呗。至于是提高了战斗力还是折损了战斗力，得分情况吧。好，很快啊，解决方案来了。在机械师和飞行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原本光滑的啤酒桶得到了升级。在经过特殊改造之后，它获得了挂架，使它能够直接被挂到喷火式战斗机的挂载点上，为前方部队提供更加纯净的啤酒。对了，不光纯净，还很清爽哦。因为如果喷火式战斗机飞得够高的话，高空中的冷空气还可以给啤酒降温，起到了冰镇的效果呢。这在残酷的战争当中呢，真的算得上是天赐的一份礼物了。而把这份礼物发挥到极致的是英国皇家空军第131联队，他们显然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下足了功夫，不仅为啤酒桶装上了专门的挂架，还为他们制造了完美匹配的鼻锥，使得空气动力性能得到了提高，让挂着他们的喷火式战斗机能够飞得更远。我只能说高啊！埃及金字塔充满了各种神秘，比如其通常具有非常完美的几何形状，几乎个个都是标准的正4棱锥形。比如它们的高度、角度还有周长，似乎在数学、地理、天文方面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还比如其庞大的规模和精密的工程设计，似乎已经超出了古代人类的能力范围嘛。所以有的人就认为金字塔很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嘛。但是我有证据，金字塔就是人造的嘛，因为跟所有人造的东西一样，金字塔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也翻过大车，而这个翻车之作还原原本本的被保留了下来，它就是我手上的这座弯曲金字塔了。跟我们常见的那种四边笔直的金字塔不同，它的四边呢明显在中间被折了一下，咦，这到底是为什么？好，他是法老斯涅夫鲁，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那位建造了吉萨大金字塔的胡夫的父亲所建造的第2座金字塔。他的第1座金字塔呢，是被称之为梅伦金字塔的阶梯金字塔。这很可能是一次想要建造带有光滑侧面金字塔的失败的尝试，所以斯涅夫鲁显然不满意了，于是他就决定要建造第2座金字塔，也就是这座了。一开始金字塔所设计的角度呢是非常的陡峭的，大约是54度，这是因为他想要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尝试一种全新的建筑技术。然而他又一次失败了。当建造到大约47米高时呢，建筑师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金字塔的顶部开始出现了结构上的不稳定，建筑材料和技术的限制使得塔的结构已经无法承受原本设计的陡峭角度了。无奈为了继续完成这个奇迹，他们只能修改设计，把原本54度的角度呢减少到了43度，于是就赋予了金字塔独特的弯曲外观。现在我们会因为它的独特而多欣赏它几眼，但是我很好奇，当初的那些设计师会遭到斯涅夫鲁怎样的对待呢？应该不会那么好吧？因为虽然弯曲金字塔最终成功建成，还成功的屹立到了现在，但斯涅夫鲁显然对它仍然不满意所以又建造了另外一座金字塔，名为红金字塔。而这座金字塔的设计师嘛，就学乖了一开始就用了43度这个更加稳定的角度来打下地基哦。这2年特别流行当个斜杠青年，好像身上没有2、3样绝活，还都不好意思出去工作。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这可不是制造职场恐慌，早在几千年前呢，重量级大咖早就卷起来了。他们沉迷在自己不务正业的兴趣爱好里面，不过他们不但没有玩物丧志，还把副业干得头头是道。只不过他们鲜为人知的多重身份、跨界击打，完全就颠覆了你对他们的固有印象很有可能会惊掉你的下巴。就比如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作为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著名的兼爱非攻思想被世人所熟知。但你知道吗？墨子除了思想家这个身份以外呢，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在数学方面啊，墨子对正方形的定义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当中关于正方形的定义一致。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他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出了镜面成像的基本原理。除了这些，墨子还对宇宙、对声音都颇有研究，能够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跨界科学家代表了。接下来的这位也很厉害，虽然生活在500年前，但至今都是位难以超越的天才艺术家了。他的优秀之处啊，在于每一个跨界互相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他设计了能够入海的潜水服，能上天的飞行器，甚至还设计了机器人骑士呢。在他的笔记里面详细的描述了各项发明的设计图。这本笔记的主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才画家达芬奇。怎么样？你是不是很难想象，达芬奇一边酝酿着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边琢磨着什么样的机翼才能够利用气流给飞起来？除此以外啊，达芬奇还研究军事武器呢。通过对大炮进行改进，还提高了大炮的命中率和炮弹发射的速度。达芬奇还设计过城市规划图，他把这里描绘成一座理想城。规划图里面有各种功能的建筑和道路，城市布局错综复杂，考虑周到啊。不得不说啊，达芬奇的一生还是挺忙的。当然，优秀的斜杠青年呢，并不是古代专有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离我们不远的天才发明家。在马里亚纳海沟一直是人类望而却步的深渊地带，这个把喜马拉雅山扔进去都会被完全淹没的地方，对卡梅隆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为了完成这次挑战，卡梅隆仿佛与生俱来，他们对于未知世界总是怀揣好奇之心。天才是指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那这些跨界科学家可谓是天才里面的佼佼者啊！果然，天才的人生都是开挂的。一到夏天就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今年夏天是几百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啊！每年的新闻仿佛都是那么似曾的相识啊！今年就更不得了了啊！科学家认为地球正处在12.5万年以来最热的时期。虽然这个推断的可信度呢还有待考证，但最近的天气可真的是热得够呛啊！不过地球也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加温的，已经将近51岁的地球也曾经经历过几次高热时期啊。地球诞生的初期是地球温度最高的时候，地表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那时地表还未形成实质的固体岩石，全都是沸腾的岩浆。早期地球呢是个真实存在的人间炼狱啊。随着地球各种矿物质合成吸热，地球的温度也随之下降，经历了几千万年的冷却期。吸热水云和二氧化碳使大气层变厚，地表形成坚硬的岩石外壳，地表的温度就稳定在了200摄氏度左右。渐渐的，地表开始积攒大量的水，水汇聚形成海洋，使得地表温度进一步的降低，冷却到了70摄氏度。虽然听起来依然是热的受不了，但这对地球来说已经是非常凉爽的温度了。6500万年前，随着一颗小行星造访地球，地球上的温度再次上升了。这颗小行星的直径10公里，以每小时7万公里的速度和地球撞了个满怀，产生的热量相当于几百万枚核武器同时爆炸。这次撞击引起的海啸呢，席卷了海岸，熔岩和灰尘四处扩散，带入到大气层当中。浑浊的大气层呢，遮住了阳光，使地球温度不断的降低。但是撞击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火山喷发，产生的二氧化碳使地球逐渐升温，地球表面温度达到了275摄氏度。这一时期植被死亡，90%的物种灭绝。还有一次著名的全球变暖事件是距今5500万年前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在恐龙灭绝的1000万年以后呢，地球温度又一次经历了一波恐怖上涨，即使是在北极、南极，平均气温都是在16摄氏度以上啊。南北极地永久冰川融化，丰富的降水使蕨类植物和亚热带森林生长得郁郁葱葱。科学家对那一时期的化石进行了研究，发现短吻鳄跑去北极附近的沼泽中定居了，亚热带森林扩展至北纬地区，大部分深海生物灭绝，陆地动物减少，并向北迁移到气候较冷的地区繁衍生息。在地球的这次高热期呢，还孕育了体长14米的泰坦巨鳄。通过计算，古新世始新世的极热事件期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00万分之800增加到了100万分之2000以上。因此，在这一次热事件成因的推测当中呢，大量的碳排放导致地球急速变暖成为了主要的猜想。
据推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来自于火山喷发，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呢，相当于把如今全球储存的所有煤、石油和天然气全部都烧光的总和。这场古新式、史新式的极热事件历时15万年，直到多余的二氧化碳重新被吸收，才得以告终啊。在最近几千年，地表温度上升了5到10摄氏度，现在的温度已经接近3000万年前上新世的温度了。这可是能够让大量物种灭绝的温度啊！未来地球还会经历多少次极热极寒的事件，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唯一能够做的是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吧，毕竟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生存的家园了。1万年前，人类终于掌握了耕种作物和饲养家畜，农业于是诞生了。人类从此呢就走上了更加健康、更加长寿的生活，对吗？不对啊，下面我要说的非常反常识了。农业的出现不但没有丰富人类的饮食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健康，反而在那之后，人类摄取的营养素变得更加的不足了，健康状况就变得越来越不理想了。这个不是我瞎说的而是经过科学家大规模的研究调查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你比方说吧，从化石层面的研究就告诉我们，在适应了农耕生活之后呢，人类的牙齿表面就开始变得坑坑巴巴，缺乏光泽了。这就是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牙釉质发育不全嘛。还比如同样是化石，科学家测量之后发现，随着农业技术的出现呢，人类的手臂与腿骨居然变得比以前更短了。这种萎缩也被推测为饥饿与营养不良造成的。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明明我们都能自己种出食物来了，怎么还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病症呢？你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种植作物呢，就像是把你所有的财产都投资在单一的股票上。若是押对宝了，当然能够吃喝不愁但要是因为自然灾害导致作物欠收，隔年就得要饿着肚子重新开始嘛。而反过来，人类从前靠着采集和狩猎过日子，四处寻找各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即使是某种食物短缺，也可以找到其他的食物作为代替。虽然不至于饮食无余，但也不会有饥荒情况的发生嘛。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它很好的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了。别以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过着普通的生活，那些跟生物有关的知识就跟我们完全就没有任何关系它跟你的关系可深着呢。生物多样性不仅是我们食物的来源，也是我们药物的来源，还是我们的环境保护者，甚至也是我们的文化财富如果昆虫消失，你知道人类还能在地球上存活多久吗？他知道英国皇家植物园科学部主任亚历山大·安东内利，这是他写的第一本书，叫做《隐蔽的宇宙》。书中呢就详细而且是很有趣的探讨了很多跟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话题。排版印刷也非常的有特点，读起来轻松，看起来优美，收入囊中，你跟别人聊天的格局都会变得不一样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常会说一句话：海上风暴，水母先知。这个小小的水母没有骨骼，没有心脏，甚至连眼睛都没有。它是怎么能够感知到千里之外的风暴呢？水母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腔肠动物，早在6亿年前就出现了，甚至比恐龙出现的还要早地球上的5次物种大灭绝呢，水母可是一次都没有落下，全都体验了一遍。但是看似柔弱的水母却打了一个通关，至今仍然活跃在海洋当中。水母的构造称得上是轻装上阵身体的绝大部分呢都是水，占到体重的95%以上。所有他认为累赘的器官通通都没有长，甚至连脑子都没有带。但是水母唯独长了耳朵。什么？我没有听错吧？水母居然有耳朵！别惊讶水母不仅有耳朵，还长了一只听力超强的顺风耳水母的触手上有一个细柄，细柄上呢有一粒小小的石头，称之为听石，这就是水母的耳朵了。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水母在海面自由自在的漂游。当远处出现风暴时呢，海浪与空气摩擦会产生8到13赫兹的次声波，这个声音是人类无法听到的，但是它会被水母捕捉到水母的听石受到次声波的刺激，就会把震动传递到耳壁里面的神经感受器，这样水母就可以在风暴来临前的10几个小时就
会听到风暴的隆隆声了。这时的水母呢，会纷纷离开海面，游向大海的深处，躲避即将来临的危险了。海边经验丰富的渔民熟悉了水母的习性，就知道当成群的水母潜入海里面时，风暴就要来临了。这时就要尽快返航。但是渔民每次出海不一定都能够遇到水母气象员嘛，而预测天气呢，又对海上航行十分重要。因此，人们就从水母敏锐的听觉系统受到了启发，发明了水母耳风暴预测仪。这种风暴预测仪由喇叭、接收次声波的共振器、压电变换器及指示器组成。人们把仪器安装在船舶的前甲板上，正常情况下呢，喇叭会360度不停地旋转。当接收到风暴次声波的信号时呢，喇叭就会立刻停止旋转，指向风暴来临的方向。指示器上还可以显示风暴的强度，帮助船员做出应对措施。水母耳风暴预测仪能够提前15个小时对风暴做出预报，极大程度地保证了海上的航行安全，对航海和渔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啊。水母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叫做警报水母。它的身体可以呈现夺目的光线，当危险来临，警报水母就会释放光线。这个时候的警报水母如同在身上安装了 LED 灯带啊，耀眼明亮。它通过身体的发光性传达疼痛信号，同时进行尖叫寻求帮助。亮眼的光线能够在黑暗的海里面引来更大更可怕的掠食者，从而使当前的掠食者放弃警报水母，落荒而逃了。这种通过发光营造疼痛错觉的特点呢，也给人类带来了启发。人造皮肤曾经是科研领域的一项重要发明，但人造皮肤上面没有神经细胞嘛，无法感知压力带来的疼痛，这就使得人造皮肤超过压力极限时呢，会缺乏灵敏度，很容易受到损坏了。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模仿警报水母，就研发出来了一种人造皮肤。这种皮肤呢，使用了一种能够发出电信号的材料，并将一层荧光粉添加到皮肤层之间。当皮肤受到压力时呢，皮肤感受器就能够感觉到压力的增加和减少，同时释放出不同的闪光方式，仿佛能够通过发光对疼痛做出反应。如果将这种人造皮肤应用到机器人领域，机器人的皮肤敏感度呢，就将更直观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水母可比它看起来要聪明多了啊！如果有机会乘坐游轮出海度假，当你看到水母时，千万要热烈地和它们打个招呼，因为水母会告诉你，你将度过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期。在超视距空战中，由于战斗机飞行员使用的导弹都是在与远超其肉眼可见距离的目标在交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确定这枚导弹有没有成功击中目标呢？比如美国的 AM-120 射程可以超过100公里，而我们的歼20标配的霹雳15射程更是超过了200公里，等于是连续跨越了数座城市啊！他们有没有击中，你怎么可能看得到呢？好吧，这个的确是个挑战啊，但是现代战斗机和导弹都配备了一些先进技术，可以提供反馈并确认成功命中。第一种方法呢，是通过雷达。飞机上的雷达系统可以跟踪导弹的轨迹，并提供有关其位置与目标接近的程度的实时信息。通过分析雷达数据，并将其与导弹的预测飞行路径进行比较，飞行员就可以对导弹的有效性做出初步的评估。一些导弹配备了传感器，可以检测它们是否与目标接触。这些传感器可以包括近炸引信或者是冲击传感器，用于检测击中目标时的加速度或者是压力的变化。当导弹与目标接触时呢，这些传感器将信号发送回到飞行员或者是飞机的系统，表明成功命中了。此外，战斗机呢通常会具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吧，允许飞行员从其他来源接收信息的更新，例如机载或者是地面的监视平台，如预警机、地面雷达站等等，它们都可以提供有关交战的实时信息，包括成功命中的确认。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飞行员还真就可能无法立刻确认成功命中呢，特别是在一些复杂的场景，或是同时攻击多个目标时。这个时候呢，飞行员就只能依靠可用的数据、雷达信息以及与其他平台的通信来对交战结果做出经验性的评估了。波音747拥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驼峰造型，而且到了后期，这个驼峰还越变越长。所以它增加驼峰只是为了增加新的一层甲板，然后增加更多的载客量吗？并不是啊。
747的驼峰是为它日后转型所提前考虑的。早在747还在设计的时候呢，人们的兴奋点就已经开始转移到 SST 超音速客机上面了，比如协和式客机。所以波音公司当时就认为一趟从纽约到巴黎还要飞上9个小时的亚音速飞机呢，必将很快遭到市场的淘汰。那到了那个时候，自己的747还能干点什么呢？货运飞机还是有需求的嘛，于是他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提前规划了747，要让它既能载客也能够载货，即便到时候因为乘客而停飞，还能够为货物而继续服务嘛。但是要载货呢，就得要易于装载才行嘛。显然把大门开在机头就显得非常合理了。只有一个问题机头也是你想要放置驾驶舱的地方吗？现在你要把它摆在哪儿呢？工程师说咱把它放在第2层的甲板上吧，就位于货物区域的上方。好了，于是747呢就有了驼峰了。一叶障目，金枝玉叶。我们对于树叶的印象都是放在手里面的小小的一抹绿色。你可能没见过一片叶子漂浮在水面，一位140斤重的成年人稳稳地坐在叶子上却不会下沉的场面吧？这种拥有坚固叶片的植物就是王莲了。听名字就能感受到它的威武霸气。他是植物界鼎鼎有名的大工程师哦。1801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南美旅行时呢，首次发现了这种植物。1827年，以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加以命名。1959年，中国从德国引种培育成功，简称为王莲。王莲是一种大型的腐叶草本具有世界上水生植物中最大的叶片，直径可以达到3米以上，宛如一个巨大的针体漂浮在水面上。一片片莲叶相接，一眼望去十分壮观。别看王莲的叶片长得五大三粗，花瓣可是相当的美艳夏季或者是秋季的傍晚，纯白的莲花伸出水面开放，芳香四溢。但王莲的美丽甚短，第2天花朵便逐渐闭合，待傍晚再次开放，洁白的花瓣呢，摇身一变，呈现出了淡红色至深红色。第3天，花朵完全闭合，沉入水中。王莲因其花期短暂且能够变色的特点，也被人们称之为善变的女神。王莲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当然，最让人赞叹的还是它能够一叶当舟的巨大叶片了。不仅吸金力十足，负载力也是大得惊人王莲的叶面光滑，上卷的叶边缘能够防止水流入叶面，为叶片打造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生物学家发现王莲的叶脉结构也与一般的植物不同叶片背面呢生长着粗壮的叶脉，叶脉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骨架结构，搭建成一个个方形的小格。这不仅有利于保持叶片舒展，还能够增加叶片的排水和负载力。叶脉内部还有很多的大空腔，空腔内充满了气体，使得叶片具有很强的浮力。王莲的叶脉为近现代建筑带来启发，甚至代表着近现代建筑设计史的开端1851年，正处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崇尚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国力强盛的英国想要举办一场展示工业革命成果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这场博览会就是如今世博会的前身了。在当时，第1届世博会的展览场地就成了彰显国力的第一张门面招牌了。竞标的场馆方案众多，最终在245份标书当中，来自英国著名建筑师约瑟夫·帕克斯顿的设计方案就突出重围，成功的中标了。这份方案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王莲了。场馆建筑取名为水晶宫，区别于当时繁复的建筑风格。约瑟夫·帕克斯顿的设计稿件纯粹采用了钢材和玻璃，这使得整座建筑拥有极强的坚固性和透光性。要知道，那可是在1851年电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室内采光主要是依靠蜡烛。水晶宫通体的玻璃外墙呢，就使得这座建筑宛如水晶般的晶莹剔透，采光性极强。白天完全就不需要借助任何的人工光源工具，就能够拥有明亮的室内光线。虽然这座建筑在1936年被一场大火给销毁，但水晶宫的设计理念成为了近现代建筑设计的最早起源。莲花的叶片除了牢固，它的自净功能呢，也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德国波恩大学的科研人员就发现，莲叶上遍布着微小的绒毛和蜡质的凸起物。这种粗糙的表面可以保持叶片干净，而光滑的叶片表面反而需要经常的清洗了。于是科学家就模仿莲叶的自净原理，开发出了具有防污功能的涂层产品。这种自净涂层的表面凹凸不平，这样就使得灰尘颗粒只能悬空在涂层表面，经过风雨冲刷便被一扫而尽。
王莲属于热带水生植物，如今我国很多地区都已经引进王莲作为景观植物了。云南、福建、广东、广西还有江苏等地区都能够看到王莲的身影了。又到了王莲盛开的季节，如果你的家乡有王莲，赶紧去欣赏一下它的王者风范吧。这张照片比较经典啊，前景是一架 RH-66科曼奇，后景则是一架 AH-64长弓阿帕奇，两架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直升机啊，很难得同了一次框。这一同框呢，就让我发现它俩身上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尾桨。阿帕奇的尾桨呢是支在垂尾外面的，叶片不多，只有4片。而科曼奇的尾桨则是嵌在垂尾里面的，直径更小，叶片数好像也更多。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哪个会更好呢？好，科曼奇这样的尾桨呢，叫做封闭式尾桨，最早是在1960年代由法国航空航天公司发明的。它的优点主要有3个：更低的噪音、更高的安全以及更高的效率。为什么？因为首先将尾桨包裹在内的外罩呢，起到了一个涵道的作用，这将有利于减少螺旋桨与周围空气的直接接触，显著减少了夜间涡流的产生，因此让噪音和能量的损失都变得更小了。其次封闭式尾桨使用了更多数量的叶片，而且你注意看它们之间的分布呢并不均匀。在这张照片上呢，12点钟和6点钟位置的叶片同左边4片和右边4片叶片的间隔明显是不同的。这种4-1-4-1分布的模式呢，会产生不同的声音频率，而这些声音频率往往会相互抵消，从而降低噪音。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它是 UH-1的尾桨示意。注意看旋转的尾桨盘被垂尾挡住了多少的面积啊？而这挡住的可是效率啊！而封闭式的尾桨呢，在螺旋桨的后面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的结构了，所以就能够提供更大的推力，效率得到了提升。最后，安全的好处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把尾桨包起来是既保护了尾桨，也保护了可能被尾桨划伤的人嘛。而且比较反直觉的是统计数据表明，如果直升机要伤你，这施害者通常不是主翼，而是尾翼。好，看上去封闭式尾桨似乎更好嘛，所以想要隐身的先进直升机科曼奇才会用它嘛。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这么个好东西没有出现在所有直升机的尾桨上呢？好，就像航空中的每一件小事一样，它可以归结于3个原因：成本、重量和复杂性。封闭式尾桨成本更高，而且更复杂，设计桨叶、导管、稳定器等所需的工作量呢相当大，而大多数直升机的设计更愿意将预算用于其他方面。封闭式尾桨的维护成本也比传统尾桨要高这再次增加了它的总成本，并增加了维护所需的停飞时间。另外，它重量更重，尾部多出来的所有材料都增加了重量嘛。这对于中小型直升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对重心更为敏感而另一方面，封闭式尾桨在较大直升机上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也并不明显，所以大号直升机根本就不惜得瞟它一眼。最后还得要考虑离地间隙的问题啦。封闭式尾桨通常被放置在与尾梁成一条直线的位置，所以直升机的离地间隙就限制了它的尺寸了。任何更大直径的旋翼都会离地面太近，并且有尾部撞击的危险了。而反过来传统的尾桨则可以放置在尾部的高处，方便带有更大尾桨的大型直升机使用。基于这些原因，封闭式尾桨仅在急救直升机、私人直升机和观光直升机当中受到欢迎，因为它们安静且安全的尾桨呢，非常适合这些经常有地面人员出没以及医院和旅游景点等需要低噪音的区域啦。